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明明富山海刚有定档消息，为啥平台预约量就能破千万？诚意的号召力到底有多强？明明富山海刚有定档消息，为啥平台预约量就能破千万？诚意的号召力到底有多强？首先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预约量并不是仅凭粉丝就能达到的。可见富山海还没开播，就已经有了很强的路人盘了。而且，光是联名周边就已经有30个了，足以说明富山海的实力有多强。不过我相信，很多人和我一样，都是冲着诚意去的。毕竟他之前的莲花楼口碑就很好，他也因此一战成名。谁能想到，剧都播完了，还能新增15个广告，而且从开播到结束，他在淘场总榜霸榜6个月，后面更是上星23轮双。诚意的首播大男主剧就能播出这么好的效果，这红利可不是一般的高。不说别的，只要提起武侠赛道，那必定会有他一席之地，所以他在武侠题材这方面就自带基本盘，只要资本眼光正常，绝对会在诚意身上押宝。而且自从莲花楼之后，他已经2年没有播古装剧了，好不容易盼来一部，说什么也得尝尝咸淡。更何况富山海从筹备起就备受关注，再加上是由莲花楼同款制作班底来操刀，相信无论是剧情还是服化道都不会差。虽然这并不是诚意第一次一人分饰几角，但我就是莫名很期待他这次的角色。现代设备肖明明，热血少侠萧秋水，霸气反派李承丹，3个角色的反差真的很大。但光看预告，和莲花楼完全是不同的感觉。如果说莲花楼展现的是英雄的落寞和平凡生活的珍贵，那么富山海展现的就是现代思维和古代江湖的碰撞。说真的，穿书加系统加武侠的设定太绝了。试问，主角用职场生存法则闯荡江湖，这种脑洞大开的设定谁能不爱？通过预告来看，这部剧是喜虐交织，前期刚穿书时多么搞笑，后面被灭门就有多虐心。也正是因为这种跌宕起伏的剧情，才会更加吸引观众。反正我是迫不及待想看了。每次听到富山海快定档的消息，我就像那接生婆一样，急得满头大汗，但他愣是一点也不带出来的。富山海预约破千万，诚意号召力有多强？明明富山海才刚刚官宣定档，为啥平台预约量就能轻松突破1000万？这个问题其实已经给出答案，诚意3个字就是最大号召力。预约破千万，路人盘不是说说而已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这预约量是不是粉丝刷出来的？但稍微冷静分析一下，就知道这种数据光靠粉丝是不可能达成的。因为预约量不仅仅是单纯的粉丝点击，而是涉及到更大范围的观众关注。能在定档消息刚出就冲破1000万，说明富山海已经成功出圈，吸引了大量路人。而且，光是联名周边就已经有30个，放眼整个古装武侠赛道，这已经是相当高的配置。资本、平台、品牌都愿意把资源砸在这部剧上，可见它的受期待程度。一句话，这不是一部还没播的剧，而是一场未开播就已成爆款的全民盛宴。诚意靠作品打下的硬盘。很多观众之所以会为富山海买单，说白了，都是冲着诚意去的。他之前主演的《莲花楼》口碑和热度双丰收，那部剧不仅让他一战封神，还让他在武侠赛道上留下了不可取代的位置。要知道，《莲花楼》播完之后，不仅新增了15个代言广告，还在淘场总榜上连续霸榜6个月，后期更是实现了上星23轮播出。这种成绩
不仅仅是火，而是创造了行业奇迹。正因为如此，如今只要提到武侠剧，程毅的名字必然会出现在第一梯队，平台和资本自然愿意在他身上押宝。2年空档期，观众盼得心痒痒。更让人期待的是，自从《莲花楼》之后，程毅已经整整2年没有播出过古装剧了。对粉丝和观众来说，这简直是望穿秋水般的等待。这一次终于盼到一部《富山海》，观众心态自然是哪怕冲着解馋也得尝一口。何况这部剧从筹备起就备受瞩目，制作班底还是莲花楼同款，质量上已经让人吃下定心丸。换句话说，这不仅仅是一部新剧，更是程毅古装武侠的回归之作。这种期待感自然能直接转化成超高的预约量。3种身份，3种气质。很多观众在看到预告时，第一反应就是程毅太会演了。这次在《富山海》里，他将一人分饰3角：现代青年肖明明，普通打工人形象，带点职场小心思；热血少侠萧秋水，天真烂漫，初入江湖；霸气反派李承丹，狠辣决绝，气场全开。这3种身份跨度极大，几乎覆盖了程毅演技的3个层面。如果说《莲花楼》里的李莲花展现了英雄的落寞与淡泊，那么《富山海》则是在3种极端角色中来回切换，更考验功底。光是从预告片来看，就已经能感受到鲜明的反差。新奇设定，穿书加系统加武侠。除了演员阵容，这部剧本身的设定也足够吸睛。穿书加系统加武侠的组合，简直是脑洞大开的创新。试想一下，一个现代职场青年，因为一次意外穿进书中江湖，他没有天生的武功秘籍，却拥有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智慧。于是，他开始用职场法则去破解江湖难题。这种设定不仅新颖，而且天然带有喜剧张力。前期现代脑子遇上传统江湖的碰撞，轻松搞笑；到了中后期，随着主角所处的门派遭遇灭顶之灾，剧情立刻转入虐心和沉重，喜与虐交织，轻与重并存。这样的叙事节奏不仅能吸引年轻观众，也能满足老牌武侠迷的口味。程毅的号召力强在哪？简单来说，有3点。作品信任感。程毅的作品有口碑，他自己也有演什么像什么的真实感。观众对他有信任，所以愿意提前预约。基本盘稳固。经过莲花楼的积累，他已经在武侠题材中拥有基本盘。换句话说，他自带观众群体，哪怕不做宣传，也能有一批人跟着走。稀缺性。2年未播古装剧，这让观众的期待值被放大。再加上他这次挑战3种身份，观众自然更想看。所以预约破1000万，不是虚火，而是程毅真实的号召力体现。富山海能走多远？从目前的热度来看，富山海大概率会成为下一部爆款武侠。但它能不能像莲花楼一样收获长期口碑，还得看后续。剧情能不能扎实落地？不浮夸，不虚假，细节真实才是武侠的灵魂。角色能不能持续立得住？3角身份跨度虽大，但如果演绎得好，反而能成为话题点。节奏能不能掌控好？喜剧与虐情交织，必须把握平衡，否则容易两头不讨好。只要这几点能稳住富山海，绝对有潜力接棒莲花楼，甚至在武侠赛道上再开一条新路。预约破1000万，不是巧合，更不是粉丝虚火，而是观众真实的期待。程毅这次带着富山海归来，不仅让人看到一个演员的沉淀与突破，也让人重新相信武侠剧依然有它的魅力与未来。而这份魅力，正是靠程毅这样用心、用力、用生活去演戏的演员撑起来的。